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贵公子还是萌猫？谭健次 Fendi 晚宴路透曝光，酷帅与可爱能并存。网友晒出谭健次在 Fendi 品牌晚宴的路透视频，视频中谭健次一身高定西装亮相，肩线凌厉如刀裁，胸前的领带笔挺，行走间仿佛自带生人勿近的气场。然而下一秒，他微微歪头看向镜头，睫毛轻颤，唇角上扬的弧度竟透出几分幼态。粉丝尖叫：这哪是贵公子，分明是偷穿大人衣服的奶猫！这场反差美学的盛宴早有预兆。此前他为戴比尔斯拍摄广告时，便以小说家身份穿梭伦敦街头，时而凝视古董打字机神色肃穆，时而举杯致敬文学大师时调皮眨眼。品牌方评价他像钻石，切割面越多，光芒越夺目。而这次晚宴，他将多面魅力浓缩于一晚，与高管交谈时金贵疏离，发现镜头后却瞬间破功。偷偷比耶的指尖被粉丝截图疯转，直呼白月光回国文学照进现实。舞台 vs 私下，撕裂感背后的萌系哲学。若论眼神杀人，谭健次堪称内娱教科书。跨年晚会上一曲剑魂，红衣烈烈，眉峰挑起时似有寒光划过，台下观众屏息如被施了定身咒。网友戏称这歌的舞台气场能刮台风，就连合作过的导演也透露，他只要站上舞台，连呼吸节奏都像精心设计过的武器。反差的是，私下的谭健次却把萌刻进 DNA。南京品牌活动上，他一身白西装，本欲走高冷路线，却因耳垂上一枚樱桃耳钉暴露属性。接受采访时突然模仿起卡通角色声线，全场笑倒。更别提机场全裹出镜名场面，口罩、墨镜、围巾层层武装，活像行走的粽子。却因踮脚张望登机口的动作被调侃，这怕不是萨摩耶成精？为何他的反差能刀刀致命？在标签化泛滥的娱乐圈，谭健次的反差萌为何能杀出重围？一、精准的矛盾美学掌控。从 Fendi 晚宴的高定西装到戴比尔斯广告中的莲花珠宝，他总能在硬朗与柔美间找到平衡点。粉丝分析其穿搭密码，他用金属配饰强化骨骼线条，又以垂坠面料软化轮廓，就像把狼性与兔感缝进同一件战袍。二、无剧本的真实性情。某次珠宝晚宴，赵丽颖裙摆被勾住，谭健次下意识蹲下整理，起身后耳朵通红，手足无措的样子被赞绅士又笨拙。直播时误触美颜特效变成大眼萌娃，却边笑边对屏幕：你们就喜欢看我出糗事吧？这种去营业化的鲜活感，恰恰击中了观众对真人的渴望。三、粉丝共创的养成式魅力。从猎罪图鉴的冷面画像师到综艺里的梗王，粉丝戏称他是扮永久反转人设。而谭健次也乐于互动，机场收到猫咪玩偶会塞进背包露出耳朵，采访中被问如何保持少年感，挑眉答道：可能因为心里住了只爱捣蛋的猫。与其说他在经营反差，不如说是在邀请观众共赴一场拆盲盒式的追星之旅。内娱需要更多不设限的星星。当同行们忙着巩固统一辨识度时，谭健次却像一道自由的光，在酷帅与可爱间肆意游走。这种反差力的背后，是对角色、风格乃至自我的全然接纳。正如戴比尔斯广告中他所言，钻石的璀璨来自每个切面的坦诚。或许内娱的人设内卷早该被打破，毕竟谁能拒绝一个既能用眼神杀人，又会偷偷比耶的矛盾体男神呢？谭健次的存在，或许正重新定义着顶流的含义，不是被标签禁锢的完美符号，而是敢于暴露切面的真实灵魂。